他可能是世界上最摆烂的上班族，却在和好友小黑下班闲聊时，发现前方竟走来一个曼妙的美女。起初他还以为只是自己眼花，没曾想竟被她的美貌深深吸引。然而一旁的小黑却突然打断 What's her? Who? What's your dream girl, buddy? Jesus. 他不顾小黑的阻拦，义无反顾地寻找那位女神。然而在他打招呼的瞬间，这让女人感觉莫名其妙。殊不知女人只是个游戏角色，而操控她的则是个普通女程序员，而男人却只是游戏里的 NPC。但与平常不同的是，他开始有了前一段的记忆，同时咖啡他也要换成卡布奇诺，这让同是 NPC 的旁人都十分疑惑，为什么这个人不按常规出牌，来到公司后依旧遭受抢劫？但他这次却心不在焉，又一个机缘巧合下，让他再次遇到心目中的女神。然而小黑警告别惹戴墨镜的人，可他却要打破常规，凭自己的能力搞一副墨镜。于是他突然站起身子，想跟劫匪借一副墨镜试试，却遭到对方的一顿毒打。可眼看自己的女神即将离开，他迅速站起身与玩家搏斗，最后他还是取下了对方的墨镜， He's just resting. 然后飞快地跑出银行门外。眼看女神越走越远，他赶紧戴上手中的墨镜，里面的世界突然变得陌生，吓得他尿不湿差点尿湿。当他再一次戴上墨镜，里面的一切都改变了他的认知。Excuse me. You see this? 一旁的 NPC 瞬间当他是精神病，他赶忙摘下墨镜，医疗箱就消失不见了。然后他反复尝试，整个世界好像变了一样。紧接着他伸手去触摸医疗箱，瞬间感觉满血复活。突然一个玩家从高空坠落身亡，上面还漂浮着几沓钞票。他伸手一划，自己的账户余额迅速飙升，于是赶忙到 ATM 机查询，果然一切都是真的。飞快按下取款按钮，很快出钞口就吐出了现金，第一时间就买了双心爱的跑鞋。而他抢夺墨镜的举动很快就被游戏策划发现，于是两人赶忙进入游戏内部，决定解决掉这个穿蓝衬衫的玩家。可该根本听不懂两人说的什么，只见两人朝他开枪，他也只能懵逼的赶紧逃跑。随后策划变换手中的武器，对着他就是一顿疯狂输出。此时该看向新买的鞋子，好奇的摁了下去。眼看两人气势汹汹的赶来，躲藏在柱子后的盖不知所措，赶忙再次尝试跳跃。Too high! Too high! 这次直接跳上几百米高的大厦，策划也不惯着盖，迅速开启无敌模式，面前就凭空出现了大量楼梯。两人迅速冲了上去，可连忙起身再次逃跑，而策划一刻都不想放过他。此时的他不仅跑出100米，还顺便获得大量道具，然后一个跳跃没抓住缆绳，直接来了个720直线掉落。还好他选择了落地保护，这才成功捡回一条命。还不等他高兴太久，就被赶来的策划直接撞死。此时的策划还以为成功干掉了盖，没成想盖第二天再次复活。这次他没按常规穿上蓝色衬衫，而是挑选了一件蓝色 T 恤。另一边的米莉再次上线，并且直接来到一座古堡外。他用望远镜观察远处古堡内的安保情况。盖突然出现， What are we looking at? Who are you? 盖还没来得及解释，他们就被古堡的守卫发现。米莉迅速匕首变手枪，开始对守卫进行反击。眼看自己已经暴露，他再次变换装备，打开传送通道，然后直接向后倒去。眼看女神离开，盖也毫不犹豫地跳了进去。随后米莉带他来到自己的仓库，开始补给新的装备。为了彰显他的尊贵，他还向盖展示自己已经195级，而现在的盖却只有1级。好奇的盖也想升级，希望米莉能够帮助自己。可米莉却表示他得像侠盗飞车一样去疯抢商店 KO 路人。可心善的盖不想伤害无辜的人，这让米莉感觉奇怪。他玩游戏这么久，也是第一次遇到这种奇葩玩家，于是劝他去做个老好人，等升到100级再来找自己。出来后的盖突然找到人生目标，至此开始了升级之路。有趣的是，他专挑墨镜玩家下手，但作为新手竟然毫无经验。看着对面扔来的手雷，他还非常自信地接住，然后算好爆炸时间直接丢掉，结果却难以预料。慢慢的他也积累了不少经验，见到路边的玩家直接干倒，然后拿走武器和钞票。很快他的余额迅速飙升，同时他疯狂虐待玩家的行为也上了媒体新闻，所有人都想知道操控者到底是谁。随着他快速升级的现象，全球都开始直播他的内容。之后他再次遇到劫匪玩家，都是轻松拿捏他们。很快他就升级到102级。而此时的米莉来到古堡，在老搭档小帅的帮助下，成功进入了古堡之中。跟随小帅的指引，他找到了那份重要的资料，然而还没走出几步，就触发了整个古堡的安保系统。随之而来的便是守卫的击杀。没成想一个神秘人突然闯入，此人正是 NPC 中的王者盖。还不等他们过多交流，再次被更多的守卫团团围住。米莉赶紧拿出武器阻挡攻击，还不忘把盖踢向一边。然而米莉打斗的各种动作，在盖的眼里都是优美的。突如其来的一脚打断了他，
为此他也开始反击。眼看各种守卫越来越多，盖赶忙骑上帅气的杜卡迪。米莉踩着守卫的身体一个前空翻，直接掉在了盖的身前。Is that a Glock in your pocket? No. What? It's 2 Glocks. Oh. 在一番帅气的旋转射击后，盖骑着摩托冲向了断崖边。紧接着，米莉变换飞行工具，二人打着飞机就离开了古堡。随后，盖带着米莉来到自己的仓库，里面各种豪车应有尽有，属实也让米莉都大开眼界。但这也引起了米莉的怀疑，不断询问盖的真实身份。可他说自己就是个银行职员。然而米莉根本不信，因为没有人会升级如此之快。此时盖想亲一下米莉，但还是尴尬地咽了回去。另一边的小帅发现了游戏的 bug， 那个蓝衣小子竟然是个 NPC， 同时也是他和米莉共同研发的人工智能。他赶忙找到现实中的米莉，并告知了游戏里发生的这一切。虽然这是个惊人的好消息，但最重要的是这款游戏即将升级2代，而他们创造的人工智能将会被抹除。为此，米莉赶紧上线找到盖，将他带到存档的地点，还告诉了他是 NPC 的事实。I'm fake. The entire world is fake. I'm not even a main character. I'm just this idiot who's in the background. You only think that because it's in your programming. 得知真相的盖失魂落魄，于是他独自一人来到海边。他尝试着用手伸了进去，竟看见手臂慢慢消失。这下他是真的明白了，原来自己只是一串代码而已。知道真相的盖冲到大街上，告诉所有的 NPC 这里的一切都是假的。随后他找到好友小黑，并告诉他所有人都是游戏的代码。然而小黑却说那又怎样，因为他只关心现在。恍然大悟的盖随即来到了玩家的城堡，决定帮助米莉拿回录像。殊不知眼前帅到爆炸的玩家，现实中却是个抠脚的胖子，并且还是盖的忠实粉丝。二话不说就把录像送给了盖。殊不知此时的盖已经积累了大量粉丝，所有人都为之疯狂，同时也引起了老板的不满。因为盖的出现会影响游戏2代的销售，他怒斥策划们赶紧剔除这个玩家。然而小帅却告知这是智能 NPC， 没想到老板更加狠毒，要强行重启整个服务器解决盖。随着程序员的一个确定键，整个游戏里的人物都开始静止，就连大街上的火炮都悬浮在半空，同时远处的大厦渐渐消失，这也促使全球玩家被迫下线。等系统再次重启后，盖再次回到原始状态，就连米莉的出现他也认不出来。米莉不断唤醒现在的盖，可无论他怎么提醒，都改变不了现在的一切。然而他接到小帅的电话，告诉他曾给盖加入过恋爱代码，一旦被触发，就会激发盖内部的所有记忆。听到这，米莉赶紧进入到游戏里，直接把盖从银行里抓了出来，让他戴上玩家的墨镜。然而依旧没有什么卵用，眼看前方有警察追击，他抬手就是一发火箭炮，直接阻拦远处的警车，然后拉着盖就是深情的一吻，这让盖的记忆全部唤醒。他不仅想起了一切，还记起了代码的初始地，他就隐藏在盖家的百叶帘里。在小帅的帮助下，两人召集了所有的 NPC， 告诉他们只要连通2处的通道，就会像自己一样有着完整的意识。他的提议得到了大家的支持，然而城里的玩家却遭了殃，不仅银行里空无一人，就连大街上也是空空如也。所有的玩家都开始吐槽游戏，这让老板瞬间脑袋10个大，决定让策划干掉游戏里的2人。此时策划开始启动超能力，他把所有建筑物向中间挤压，正在飞驰的跑车不断躲避，而小帅赶紧编写代码，将前方的道路向上延伸，这让盖找到一丝逃生的机会。就在危急时刻，他们成功摆脱了危险。此刻的老板依旧不死心，他让员工放出自己的终极武器。此时2人终于赶到了海边，而此时的小帅为2人搭建起了一座桥梁。就在2人正要过桥时，米莉感觉自己正在消失，原来是策划正强行把米莉踢下线，同时还包括所有玩家。如今只剩下盖独自一人闯关。老板竟然塑造了一个和盖相同的 NPC， 不仅拥有强大的力量，还有超凡的武力加持，打得盖根本没有还手之力。眼看 NPC 挥动着胳膊麒麟臂出现，盖立马捡起一旁的眼镜。What the shit？ 此刻盖掏出自己的巨人拳，一拳把 NPC 直接打飞数米远，然后丢出医疗箱，瞬间再次满血复活。此时的 NPC 不甘示弱，而盖赶紧抽出一把光剑，两人在游戏里打得不亦乐乎。突然光剑变魔法锤，一个甩手砸向 NPC， 然后再变换磁力悬浮炮，打得对方哭爹喊娘。随后他打开传送门，准备对他发出致命一击，却遭到 NPC 的反向偷袭。眼看自己即将被摧毁，小黑直接丢给盖的玩家眼镜，戴上眼镜的盖也不知道怎么处理，于是他决定摘下眼镜，直接给 NPC 戴了上去。第一次戴眼镜的 NPC 放飞自我。Yeah, dancer. 盖带着小黑准备过桥，而愤怒的老板却来到了终端服务器，拿起旁边的消防斧，直接对着服务器开始狂砸。此刻游戏内的城市开始崩塌，盖和小黑不断奔跑，结果慢一步的小黑被拦截，最终成为一段代码。
此时的盖带着所有人的希望冲向尽头，一跃消失在了光屏之中。